那接着我们布置场景哦。那原本这几个石头，这个我就不要，那这个应该还可以用，因为那个色系不太一样。那我现在找到 Megascan 里面3D 的东西在这里，然后这是有关曲面类的。这里下载下来的资料，你可能要自己去认识一下哈。那这个资料夹大概都是比较平面类的、曲面类的，那包含材质贴图。那主要3D 模型是在这里哦，这里。那资料会非常多，然后到底它在哪里？你要点进来再看一下哦。里面就是这个石头，然后再点这里，这个就是这个石头，然后这是它材质，它贴图，所以它每个资源就是会有一个模型、一个材质相关的贴图这样，然后喜欢你就抓进去，然后就可以开始做布置。好，那因为它的档案容量比较大，所以光这样一抓的话，可能一开始都必须要再等待一下，这样。好，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慢慢的这样边做边拖边看，这样 OK。好，那我这一块搬上去了，这一块显然太大了哈。那在搬完之后，你在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变重了哈。好，那这个我就丢掉了。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各位如果在这些电脑等级如果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那个模型量的话，就不要用这几包，因为这几包会占用你电脑很大的资源。好，然后我们的东西就是点这里就看到某一个嘛哈，然后点这个就看到某一个。那可是我们这边有一堆哦，我们这有一堆。那针对这一堆，你要再找东西就要进去这个资料夹，不满意再到下一个资料夹，不满意再到下一个资料夹。其实这样会比较耗时间，所以接着跟各位讲过滤器，在 3D 资源底下哈，这边有一个叫做过滤器，我们可以跟他说只帮我显示静态网格物件。在 Unreal 里面物件都有分类哈，那我只要显示静态网格，所以这里就不会看到资料夹，而是看到全部的静态网格。那你这样就一目了然，然后这个可以拉高一点，然后滚动滚轮看大缩图，这样再找东西会比较快。那你如果不要有过滤器，把这个灯点掉，它看到就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全部的东西。如果你把这个静态网格点开，灯是亮的，那它只会看到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静态网格物件。那这样找物件比较快，然后找到你喜欢的就可以直接往上抓，这样。好，那往上抓需要有一些时间处理，那这个取决电脑的速度。好，接着跟各位介绍 U15 新增2个很强的功能，一个叫 Lumion 就是它的动态光照，然后另外一个叫 Nanite， 那它的效果就会产生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的光照本身就是走 Lumion， 细节后面的小微调我们再看。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光照系统本身就是一个 Lumion 的光照系统，所以光影效果会比较自然。那我现在接着要讲的是它另外一个，你的高模型可以让比较差的电脑跑得动，但是你的显卡一定要支援 Nanite 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我们看一下这段影片哦。U15 里面那个 Nanite 功能可以让这样 ZB 那个高模的档案可以跑得动。这个模型哦，你玩过 ZBrush 的？这个模型好像是上百万吧，一个模型上百万，可是竟然在 Unreal 可以跑得动，然后你看它的光会很自然。好，那这个就是用到它 Nanite 的技术，Nanite 技术。但是你要用到 Nanite 技术，首先你的显卡要支援 Nanite 的功能。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所以看你的电脑有没有办法去支援。然后现在打开这个光，有没有？每一个模型都是上百万的面哦，然后这样光这样洒下来，整个效果就会很不错。那因为我现在解析度网络关系，我没办法撑到很高所以大概看一下这种感觉这样。那算出来的光照就是这个质感，好，所以如果你有支援这个功能的话，那就开这个功能。那怎么看呢？在你的素材上按右键 Nanite， 有看打勾？要打勾。如果你也可以打勾，你也可以用，那代表你显卡够强。然后你看我只要搬上去之后这样动，还蛮顺的。其实这个模型量蛮大的哦。这个模型量我现在点进来，它左上角有写它的面数，这个面数是Nanite， 然后 Nanite 的三角形个10、百、千、万、10万、100万，这个模型就上百万哦。可是我现在跑起来还算顺哦。然后后面我们会再加很多东西这样。好，所以这个
要有支援这个功能，那可以的话你就把它打开，然后这个静态网格物件打开之后 ，Ctrl A 可以全选，全部都启用 Naylight， 这样有些不行，有些有哦，那我就这样一起勾。它一个斜线的意思就是有些有勾，有些没勾，然后勾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花一些时间处理。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电脑不能勾这个功能，代表你的显卡不支援，那你跑起来相对就会变得很慢。OK， 那我这边丢了几个东西，这边有支援 Naylight 哦，然后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下，在 Naylight 启用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叫做 Naylight 可视化，我现在使用三角形的方式给各位看。这个就是它的计算方式，它那个三角形是有做优化的，好，所以你只要启用 Naylight， 它是 Naylight 的造型，它 Naylight 的属性，它就有这种形状。那看你显示什么，那地形没有，所以它就地形就不会显示。所以这边我也可以把它整个总览都打开出来，这是 Naylight 的三角面，好，这是它其他的一些实例啦，这是它的群组、它的图源、它的计算方式、光栅等等 ID。所以现在动起来会蛮顺的，因为面数已经都上百万，但是动起来却是很顺畅。那个是因为使用到 Naylight 的技术。好，那这个知道就可以了。总览底下切回光照模式，这样，然后再来编辑哦，编辑我可以去移动它。移动的时候呢，可以把那个锁定距离跟缩放关掉，因为有时候我会需要缩放。譬如说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造型不错，我就可以透过 Alt 再复制一个。那我可能需要放大。然后放大之后，我可能再透过旋转改变个角度，这样给人家感觉就是不同的石头，好，就不要一样。或者是这个地方跟它特征很像，我就转另外一个角度，然后这边会比较大，比较有破绽，我就把它再压下去，再拉过来，可能角度我再调一下，再往这边挪。这样看起来就是一堆不一样的石头，所以你不见得说，同一个素材一直用，而是可以把它做一些延伸或者是复制，然后继承给别人用这样。然后有大石头，有小石头，大石块、小石块，然后这样来做一些编辑。好，那你会发现有Naylight跑起来就会比较顺，没有Naylight就会比较 K。然后这个角度记得再改变一下，大小比例缩放，然后就会有很自然的一个石头叠加在一起的效果。那这里基本上是这样的距离差不多，但是我当然发现，这里又有出现破绽，那可能就是可以往这方面倒一点点。那倒的时候呢，那个旋转角度也要稍微改一下，然后再往这边再倒一点点，好，再往这边倒一点点，好，这样，好，就是不能看到破绽。那没看到就算了，有看到你一定要去处理，在镜头前面的东西就是不能有破绽出现。那我先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在左上角这边写一个影片的记忆体已经被耗尽了哦，这个红色字。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资料量太大了，所以你的记忆体也不够了哦。那碰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用这个方式解决哦。四部左上角出现红色字，代表记忆体不够，所以我们要启用虚拟贴图来支援。然后这边之后后台可以控制你的大小，这个后台大小我们先不控制哦，我们只要在专案当中启用虚拟纹理来支援就可以了。OK， 好，那在哪里呢？在专案编辑底下专案设定。好，这边搜寻 Visual Texture 这里好，虚拟纹理。启用虚拟纹理支持，这个要勾。好，打勾之后必须重开 Unreal 才能够套用哦。OK， 我的 Unreal 已经关掉重开了。那因为我们启用了虚拟纹理，所以在重新开启专案这个过程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打开之后它要重新去编译这些纹理的贴图，让它更有效率。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需要花时间，所以这一点再注意一下。